你好呀，这里是默默的投资笔记。今天咱们来聊聊英特尔，股票代码 INTC。这支票研究完之后，我心里挺复杂的，不是它没故事，反而是故事太精彩了。但现在的股价已经把未来3年的预期全透支了。1年前还18块多一股，现在直接飙到140多，涨了快6倍。可问题是，它现在还在亏钱啊。这就是2026年上半年英特尔最核心的矛盾点。我把它的估值、财报、技术面，还有3种可能的走势都理了一遍。先把我的研究结论说给大家听。我现在对英特尔的态度是观望，不急着追高。具体理由接下来一条一条跟大家讲清楚。最近半年，英特尔突然成了科技圈的热议话题，这背后其实是它从硅谷老故事里的失意者到风口上的焦点的戏剧性转变。大家都知道，过去2年的英特尔简直是被时代甩在身后的典型。曾经是全球 CPU 市场的绝对霸主，可到了 AI 浪潮席卷的关键节点，它却彻底缺席了主场。因为英伟达赚走了 AI 算力的大钱，台积电拿走了高端代工的利润，连服务器市场的份额也被 AMD 抢走不少。英特尔就这么被夹在中间，进退维谷。2024年底，它的股价跌到了18美元出头，倒退回2012年的水平，等于12年白干了。但转机也来得猝不及防。新 CEO 上任后，直接动了大手术，把代工业务单独剥离，裁员降本以收缩战线，还死死抓住美国芯片补贴法案的机会压住。加上今年美国政府全力推动本土芯片制造，而英特尔是美国唯一拥有完整晶圆厂体系的公司，身份一下变得特殊起来，成了美国芯片本土化战略里绕不开的核心玩家。紧接着，股价开始一路往上走，从低谷慢慢爬到44美元，还算是情理之中。可到了6月份，突然踩油门，60天里暴涨 219%， 直接创下历史新高。这里有4个核心数据，能戳穿英特尔现在的热度真相。过去52周涨幅高达 565%， 远期市盈率飙到91倍，净利润率却还是负 5.9%。 分析师给出的平均目标价是94美元，而现在它的股价已经冲到了141美元，这个股价远超分析师目标价。我们来客观梳理一下英特尔最近1年的股价走势，其52周股价区间在 18.97 美元到 141.45 美元之间。1年前的今日，股价约为21美元，去年3季度触底 18.97 美元后开始缓慢回升，到年底时回到36美元附近。今年1季度股价在44美元上下震荡，进入2季度后涨势加速，6月份更是迎来一波罕见大涨，仅用60天就从44美元飙升至141美元，涨幅达 219%， 进入历史新高区域。截至内容录制时，最新收盘价为 140.94 美元，较52周最低点 18.97 美元上涨了 643%。 接下来我们聊聊估值，这是我觉得当前这只股票最关键的部分。英特尔目前的远期市盈率达到了91倍，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整个半导体行业的平均市盈率大概在25到30倍之间，也就是说，现在买英特尔的价格相当于用买高成长 AI 股的钱去买一家还在扭亏路上的传统芯片公司。再看市净率，英特尔现在是 6.36 倍，而它的历史均值只有2到3倍， EV 比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比是 51.8 倍，行业均值则在15到20倍。不管从哪个估值维度来看，现在的英特尔都明显偏贵，而且是各个指标都一致显示它贵，不是个别指标的异常情况。最直接的参考就是分析师的判断，覆盖英特尔的41位分析师里，有31位给出了持有评级，只有13位看多，4位看空。分析师给出的平均目标价是94美元，最低的给到了45美元，最高的是150美元。而当前141美元的股价已经超出了绝大多数机构认为的合理区间。现在英特尔的估值其实隐含了一个假设，它接下来能快速扭亏为盈，代工业务能接到大量订单， AI 芯片方向也能取得突破。这些可能性不是完全没有，但在这些情况真正发生之前，141美元的价格已经把这些预期的溢价提前消化得干干净净了。我们来看看英特尔的基本面，有值得肯定的亮点，也有让人担忧的地方。先聊聊好消息，过去12个月，英特尔总营收达到 537.8 亿美元，同比增长 7.2%，
这可是实打实的复苏信号，毛利率 37.2%， 放在传统半导体行业里还算说得过去，虽然和英伟达 75% 的毛利率没法比，但至少说明核心产品线还撑得住。问题出在了利润端，净利润率是负 5.9%， ROE 净资产收益率是负 2.9%， 资产回报率只有 0.63%， 这两个数字摆在一起，说明现在把钱投给英特尔，暂时还没法给股东创造价值。更让人在意的是自由现金流负83亿美元。英特尔正在大举投资晶圆厂建设，资本支出压力很大，这部分烧钱短期内估计停不下来。虽然现金储备有 327.9 亿美元，看起来不少，但总负债已经达到450亿美元，意味着它的扩张是靠借钱在支撑。不过分析师对后续走势还是比较乐观的，预计今年全年每股收益能回到 1.09 美元，明年继续提升到 1.55 美元。要是这个预测能实现， ROE 就会转正，公司也会逐步走向真正的盈利修复，这可是英特尔故事里最关键的变量，没有之一。我结合公开信息梳理了3种可能的走势情景，以及对应的概率和目标价区间。多头情景，概率我给到 20%， 目标价160美元到200美元。需满足几个关键前提：英特尔代工业务拿到 AI 或高性能计算领域的重大订单，芯片补贴法案资金真正落地并加速推进，高底 AI 芯片进入主流云厂商采购清单，且2026年 EPS 超预期突破2美元。这个情景并非完全不可能，但需要多个利好同时兑现，实现难度不小。基础情景概率大致 50%， 目标价85美元到100美元。核心是转型按计划推进，年内基本达成盈亏平衡，营收维持 7% 到 10% 的增速，代工业务稳步铺开，但工艺上仍落后台积电至少2个世代。这种情况下，股价会逐步向分析师共识目标回归。空头情景概率我给到 30%， 目标价40美元到60美元。风险点包括转型进展慢于预期，代工客户流失， AMD 和英伟达持续蚕食市场份额，叠加市场情绪若出现反转，估值泡沫可能快速收缩。按概率加权计算，股价期望值约为118美元，低于当前的141美元。这并非说股价一定会下跌，但是当前的风险收益比确实不太理想。最后来我个人的操作思路哈，我给当前英特尔的评级是观望不追高。如果对英特尔的长期转型有信心，合理的目标买入区间在90到100美元，差不多是现在价格往下 30% 到 37% 的位置。这个区间对应的是2027年预期每股收益 1.55 美元乘以60倍的成长溢价，和分析师的平均目标价比较接近，算是相对合理的估值参考。等回调到这个区间后，我会等3个信号同时满足再考虑入场。RSI 降到50以下， KDJ 死叉修复完成，价格重新站上20日均线，到时候分3批建仓。如果现在已经持有英特尔，我的建议是逢高减一部分仓位，锁定利润，留 30% 以内的核心仓位参与后续行情。止损线我设在120美元，也就是20日均线附近。要是跌破这个位置，趋势可能就逆转了，那就全部离场。英特尔这家公司转型的故事是真的，转型的动作也是真的，但现在141美元的价格已经把未来2-3年的利好都提前透支了。好东西也需要一个好价格。如果大家也在研究英特尔或者半导体板块，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我也挺好奇大家觉得这次转型能不能成，觉得内容有用的话点个赞并关注支持一下，咱们下期见。